星座、塔罗等等这些东西都不要再去做了，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钱。这期视频我会回答大家关于这些理论我被经常提问到的一些疑问，以及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个当你面对这些精神成长类的理论的时候，我个人正在应用的，并且我也推荐你去应用的一套思维模式。在视频开始之前，如果你对精神成长以及显化感兴趣的话，欢迎你订阅、留言、点赞和分享，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对你有价值的信息。如果你想让我针对你的个人情况进行1对1的指导的话，欢迎你到我的网站3w.nglaila.com 上面选择适合你的指导方案。国内的小伙伴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 nglaila， 或者直接添加我的微信 ng02191905跟我预约时间。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的 Instagram nglaila。 这期视频呢，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星座、塔罗等等这些理论，因为我会经常收到各种朋友的留言，不论是做1对1的指导，还是平常收到的一些信息，包括说视频下面的留言，很多人都会说我去算了塔罗，我的事情会怎么样，我做了一个占卜，结果是怎么样，那么我想要显化这件事情还可以改吗？就是这件事情我还可以显化吗？也有很多朋友在给我发信息，尤其是在做恋爱类的显化指导的时候，他们会说，哎呀，可能是因为我是处女座啊，他是水瓶座，所以我们两个星座不合，也不知道这种矛盾能不能解决。这里呢，我先提纲挈领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些东西全部都不要相信了。接下来我会从2个方面跟你讲为什么不要相信，以及验证它真伪的方法。首先先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星座和塔罗它占卜的结果是准的呢？或者就算它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那为什么它有时候会准呢？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上个视频，那就是显化法则的另外一个名称 The Law of Assumption 假设法则的话，我推荐你先去看一下。什么是假设法则呢？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怎么发生，这件事情就会怎么发生。同理，如果你觉得星座是准的，那么它就会是准的；你觉得塔罗占卜的结果是准的，它就会是准的。甚至是在塔罗占卜之前，如果你觉得这次的占卜的结果就能预知你后面事情的发展，那么这个结果就可以预知你之后结果的发展。如果你觉得星座说什么都对，你觉得你所有的事情都会向这个星座告诉你的每月运势或每周运势去发展，那么你的运势或者说你这一周这一个月事情的发展方向就会如某某公众号或者说某某这个星座预测上面说的发展方向去发展。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个就是假设法则。而那些占卜师，不论是做星座还是塔罗还是八字什么的，如果他们觉得这些东西他们算起来会很准，那么他们给客人做的时候，这个结果就会很准。同样的道理，但是如果我们从比较高的整个法则的角度去往下看的话，那你为什么要觉得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决定你的命运呢？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有假设，有除你之外的力量可以预测你的命运，而不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呢？你明明可以在下一秒就做一个假设，我决定这件事情这样发展，你为什么还要再花钱等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甚至几个月去排一个人，然后让这个人的结果去预示你事情的发展，并且让他告诉你你能不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人事物呢？而一开始它的准确性是你的假设或者说上帝版本的你来决定的。这个逻辑如果你可以想通的话，你会觉得还是比较可笑的。其次呢，之前我也有说过 everyone needs to push out， 就是不是你是上帝我是上帝，而是说在你的世界里面，你是你世界的上帝，我是我世界的上帝。但是并不是这地球上有几十亿个上帝在随便乱跑，而是说我们共同组成一个上帝。也就是说其实周围你的所有人都是你的世界的推出，也就是说大家都是相联系的。这也是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占卜结果准了之后，身边的人都会围绕着你的这个占卜结果去为了让你这个占卜结果实现而运转起来。表面上看好像是哇算得好准了，实际上是你上帝的力量决定要让这件事情成真。这里呢并不是说我在这里空口的跟你批评完一顿，说这个理论不行那个理论不行，然后自己口上嗨一下。我想告诉你，这个是可以很容易鉴别出来的。这一点呢也是我希望大家听到任何理论的时候都能秉持的一个态度，尤其是在
这种精神成长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灵性的领域里面啊，大家都会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包括之前的我在内也是一样的。听到一个理论，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先去相信它。比如说以前我听到吸引力法则，我先去相信吸引力法则，然后我就觉得它是真的，我就按照他说的步骤一步一步的去做，最后发现说好像并不是这样那现在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点呢也是我跟每一个过来咨询我的客户一定要讲的，就是不论什么理论，你听到的时候先不要去相信它，先去实验它，去挑战它，去测试它。刚刚我说的这些是 Neville Goddard 在 First Principle 这一个章节里面原话，他的原话就是说 Do not believe the speaker including Neville， 也就是说不要去相信演讲者，包括 Neville 我自己。 Try it 尝试它， Challenge it 挑战它， Put it in test 测试它， Put it in extreme test 在极端的情况下去测试它，你尽你所能去挑战，去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如果你不能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然后你再去相信它。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坚定的喜欢 Neville Goddard 的原因之一。实际上怎么操作呢？如果吸引力法则告诉你，你必须非常感恩，你必须比如说写下来一些东西之后保持高频，要每天兴奋、喜悦、快乐。那么我写下来东西的时候，我偏在我特别伤心难过的时候去写，我偏偏在我生气的时候去写，我就是不感恩的时候去写，我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还有点想笑的时候去写。 Put it in extreme test， 那我就要在我极度崩溃的时候去写，我看看这些东西能不能成真。如果有一个理论告诉你，你一个想法要想17秒，要想3遍，然后它就会成真，那么你怎么做呢？你偏去想70秒，我想700秒，我想10秒，我就想一次，我想个10次，我看看我这样想它会不会成真。如果星座告诉你，哎呀，你这一个星期或者说这一个月你跟一群人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有可能会发生那个，那我偏偏用就是我之前告诉大家的，不论是想象的方法还是列表的方法，我去想一个相反的结果。假如说塔罗的占卜结果告诉你说，哎呀，这件事情你会怎么样发展，然后这个人会怎么样对你，那我偏偏就用想象的方法或列表方法去想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局，我看看到底是我的想象力成真，还是说你的这些占卜结果会成真。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假如说一次我今天没有感恩呢，为什么这件事情也实现了？2次我没有激动，我没有喜悦，这件事情为什么成真了？3次为什么我觉得我的这个结果是那个样子，你塔罗算出来结果是另外一个，但我的结果成真了。你不断的去测试，不断的去挑战这些理论。如果说1次、2次、3次都是你的假设显化出来了，那说明什么？说明要么这个理论它本身有问题，要么说这个理论的人有问题。我觉得这些真伪是非常非常容易去判断的，尤其是我单拎出来一个，比如说网上的那种看塔罗占卜的，这个东西我之前也做过。你其实看来看去，比如说一副牌让你说啊，你有感觉的2、3个，那你看完如果这个结果你不满意，你会去再重新看一遍，去选另外一副，或者说你看完这个视频，你会接下来去看另外一个视频，目的是什么呢？你总是会希望看到这个结果是利于你的。其实你并不太接受塔罗占卜的不好的结果，我不知道这样表达能不能说清楚啊？就是总而言之，你会不断的去看，直到看到你想要的结果。那你本身做这件事情的逻辑在哪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而且呢，这个事情非常的上瘾，我劝大家千万不要再做了，就是浪费时间。另外呢，我也稍微提醒一下，如果你碰到任何人告诉你他有高于你的力量，比如说他可以预知你的未来，或者说他是一个什么什么大师，他是一个什么什么高修为的什么什么人，他可以带着你怎么样，跑得越远越好，跑得越快越好。没有人的力量比你更高，只可能说他先比你知道一些，他比你知道的多一些。就像我跟大家没什么两样啊，我脑子里面的上帝和你脑子里面的上帝，我们是同一个上帝，并不是说我就比你更高级，或者说你比我更高级。但凡一个所谓的什么讲师什么大师给你一种他比你更高一层的那种感觉的话， run， 你可以花钱跟他学习，但是你不要花钱供着他，因为
你就是你世界的上帝，没有人比你的力量更高，你就是一切。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非常喜欢的，也是 Neville 他非常有名的一个讲座里面的原话。这个讲座的名字呢叫 The Pearl of Great Price， 珍珠的代价。这里呢也是圣经的原话，因为各个版本不同，所以稍微有点出入，我给大家读一下。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a merchant in search of fine pearls, who finding one pearl of great value, went and sold all that he had and bought it。 这个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天堂就好像是一个商人一样，他在不断的寻找有价值的珍珠，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珍珠，他就把他身上的所有都卖掉，去购买这颗珍珠。这颗珍珠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你的 wonderful human imagination， 就是你非常宝贵的可贵的想象力，也就是上帝的你。这个珍珠呢也是 the power and wisdom of God， 也就是 Christ。 这个视频暂时不往那么深的地方去讲，返回来整体的大意是在说，这颗珍珠就是最宝贵的。如果你想要得到这颗明珠，那么你需要把你身上的东西全部都卖掉。卖掉的是什么？是钱吗？是房子吗？是你的家当吗？不是，是你脑子里面现在认为可以控制你的其他的力量。如果你觉得塔罗能够影响你的命运，你必须把它卖掉。如果你觉得星座可以影响你的命运，影响你身边的人事物，你必须把它卖掉。如果你觉得泡水的茶叶可以告诉你未来，可以影响到你的发展，影响到你的命运，那你必须把这个信念给卖掉。只有你把这些你觉得可以影响到你命运的，影响到你周围世界的，影响到你所想要显化的事物的这些理论全部抛弃掉，你才可以拿到这颗天堂的明珠。这颗明珠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就是你是上帝的事实，你可以决定一切，也就是你伟大而又独一无二的想象力。我也是把 Neville 的几句话送给大家。 Try it, test it and see. Do you not know that Jesus Christ is in you？ 去尝试一下，看看自己显化的能力。难道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你自己世界的上帝吗？最后呢，我也声明一下，我并不是对其他的灵性工作者不尊重的意思，而是说大家都在这条道路上在走，只是说学习的理论不一样。我之前也是占星师，也是塔罗占卜师。如果现在在看视频的你是研究星座或者是研究塔罗的，那么这里我也给你推荐 Neville Goddard 的理论。你不需要手上的这些工具，你只需要相信你自己。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之前我也有提到过 Neville 他自己呢，他也是做占星的，并且他还占得很准，在纽约还特别有名气。那我也会把他从占星师转变的这个故事做成一个视频分享给大家。好了，那就这样了，祝你今天显化成功，拜拜。